各位线上的同修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参加读书会。那今晚读书会的主题呢是辛苦一阵子，快乐一辈子。人生呢，很多事情呢要忍，能够忍住一阵子的辛苦啊，才会获得一辈子的幸福。那有一句话说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相信大家都读过这句话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小事情啊不忍耐，脾气一来啊，一时冲动，那就会败坏大事情。所以人生碰到不如意或事与愿违的事情呢，都会辛苦一点的啊。这个时候呢，就要学会堪忍了。很多大事会失败，其实是从小事开始败起的因为因小失大就这个意思了那生老病死呢，也是很折磨人的不只是不如意的事情会折磨人生老病死也是很折磨人也是很辛苦但是呢，也是非堪忍不可要堪忍的话呢就要沉得住气上次有讲过，沉得住气呢，耐力变定力沉不住气呢，会前功尽弃所以呢，小事不忍会乱了更大的计划小不忍不是指一些小小的愤怒或者不高兴不愉快而已，还包括呢见小利而贪忍不住去贪求那个小小的利益这个也是属于小不忍另外呢，吝啬小财而不敢舍人家在为灾难募款你一点小钱也捐不出去，不捐就算了还自我诅咒，我都欠救了，我还救人人家在办捐血活动你不方便捐就算了，你还自我诅咒说自己呢都欠血了还捐血这样呢都叫做小不忍那捐钱跟捐血是好事你以前没有舍的习惯现在就勉强自己的忍一下去捐嘛，捐一点钱，捐一点血，这个要稍微忍耐一下那因为这个是好事嘛所以这个就印证孟子所说的，以前我们也讲过这句话叫做什么？强恕而行得人莫近焉什么意思就是勉强自己去行善，去做好事，时间久了养成习惯以后呢，那自然就是在追求仁德的的道路上了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了求得人莫近焉或者求人莫近焉也是可以那这样子勉强自己忍耐一下勉强自己辛苦一下，最后短暂的忍耐跟勉强呢，会成为我们心智的超越跟突破。那这个就是金钱买不到的快乐了也可以说是心智成长的喜悦。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很多的小不忍，忍不住一时的诱惑啦，忍不住一时的贪念啦，忍不住一时的困顿啦，忍不住一时的羞辱等等，或者是看人家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就忍不住要争辩或者看人家的做法跟我们不一样就忍不住要批评等等结果因为呢沉不住气看到或听到一点事就急着发表自己的看法，造成什么急于翻牌，自翻底牌，而陷自己于不利的境地这个现象其实在人群中是屡见不鲜的啦值得我们警惕的就是看到别人的想法做法跟我们不一样，马上就要争辩，马上就要批评这个在我们生活中呢，其实身旁也是常常有这样的人甚至是包括我们自己以前的读书会呢，我们有分享过要做一个不轻易落难的菩萨呢，就要先懂得自保，而自保的其中一个要件呢就是什么？非堪忍不可的，非忍不可的再怎么难忍呢，都要忍住忍不住而急于表态，
结果就是刚刚讲什么自翻底牌，自废武功了。有一句话说哈，忍一时争千秋的道理也是这样子，要忍住一时的不如意或不顺心啊，甚至呢忍住一时的被羞辱啊，虽然忍的时候呢会辛苦一点，但忍过之后呢海阔天空，也会庆幸自己呢还好有忍住，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呐，还好那件事情我没有马上发脾气，还好那天那个事情我有忍住，否则呢脾气一爆发出来呢又要得罪人了。而且呢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发过脾气之后才发现，哎呀，那是一场误会啦。我们发脾气，结果发错脾气了啊，误会人家了，冤枉别人了。那个时候的场面实在非常难看呐。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经验的啊。以商场上的攻防来讲商场上尔虞我诈嘛，做生意嘛，对，兵不厌诈商场如战场啊。商场上也有攻防啊。那谈判者呢，可能会着眼于更远的计划，那让步呢，只是什么权宜之计啊？什么意思啊？先给对方一点甜头尝尝，先放长线呢，钓大鱼啊，等待什么？等待更好的时机啊。如果对方是蛮横不讲理啊，咄咄逼人啊，那我们就评估呢，少输为赢不跟他硬来的或者先短期的退让这个会有助于我们长期的利益啊。这个呢，这个时候就不妨采取让步策略这个叫做什么？忍一时而争千秋啦也叫做什么？也叫做百忍成金的道理啦。面对批评、责备、冤枉、误解、羞辱、嫉妒等等，堪忍也是一个权宜之计啦。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因为小不忍会因小失大。相反的，如果把心念转移到更远大的目标上面的时候，过程中所碰到的这些不如意、困难、挫折、障碍、考验、磨练等等呢，都会变得微不足道。我们因为把心念放在过程中这种小事上面嘛，所以呢会被这个小事跟境界沾染在一起了，忘记我们其实是有更远大的目标这个在佛法上叫做什么？叫做转境不要把念头放在这个事情上面，这个事情对你就没有作用了把这个念头转到其他更重大、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面这个意思了但是转境之前呢，就要先懂得什么？观察境缘境缘什么意思啊？境界跟因缘你要碰到这个境界，你要转，你要先知道这个什么境界、什么因缘嘛，先分析它、观察它嘛，然后再来决定我要用什么法来对治你要转，你要看用什么方法来转嘛这个意思了，观察境缘的意思了。先观察境界跟因缘再来想办法如何以心来转这个境那没有先仔细观察境界跟因缘呢，那你如何去转境？就好像什么？好像医生看病人一样嘛医生一定是先诊断病人嘛，对，那之后呢，看他什么病，然后才怎么样，才对症下药、对症开药嘛道理也是一样的，先观察、先分析、先诊断，然后才开药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觉者跟迷者呢，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一个觉悟的人跟一个迷惑的人呢，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在于观察境缘的能力不同。大家都会碰到不好的境界或者好的境界，但是你观察这个境界跟观察这个因缘的能力呢，每个人不一样。觉悟的人呢，善于观察境界跟因缘，不但不被它影响了，反过来还要妙用它作为怎么助修，不但不被它影响，反过来还要妙用它的意思了。那这个功夫就厉害了。那迷惑的人呢，常常被境缘所迷，并且在迷境中呢造业而不自知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懵懵懂懂、不清不楚了所以转境跟转念的功夫很重要功夫得力了，才能够以心转境，以念转运
举个例来说了哈，曾经有一位呢很发心的委员他很会行善布施，出钱出力呢不落人后，但很奇怪，只要碰到一点人事的纷扰呢，他就很难去面对，很难去克服，心情就怎么样起起伏伏的就会想休息一下，或者暂时就退了就轻言停退，就走不出来心里很敏感，很神经质了。有一次呢，这位委员呢他跟我提起一件人事上的困扰。那因为我知道他的个性是如此嘛，所以有一次呢，他跟我提的时候，我就跟他分享一句话，讲多了反而没有用重点讲一句话，我就跟他分享一句话，他马上呢茅塞顿开恍然大悟我跟他说你都布施那么多钱做公益了，捐出去的钱呢，等于是可以买几间房子了。既然房子都在捐了，你何必去计较那个马桶呢？他一听很有道理这句话很有道理。他一听对我都出钱出力，我为什么计较那个小事情呢？就刚刚讲的嘛，对不对？把目标放在远大的目标上，你就会忘记过程中这些小事情的困扰嘛。他马上开窍了这是发生在很多人身上的问题的什么问题呢？就是常常花80%的时间呢，在做重要性只有20%的事情。套一句庶民语言就是说，上的没白啦，没上的白到灰那老啦，什么意思就是痒的地方没有抓，那不痒的地方呢，抓到什么？抓到皮破血流就是努力在做不对的事情越精进呢，越偏离正道这个很值得我们警惕。各位都知道，汉朝有一位大臣叫做韩信汉朝韩信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武将，很受刘邦的器重。但因为他战功很多，声望太高，那刘邦开始担心了，韩信在自己的军队里面的地位太久了，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怕他哪一天他会造反了，所以呢，就联合了这个吕后把他呢杀害，设计他把他杀害，下场的非常的悲惨大概他的故事是如此。我们今天谈的不是这个部分，而是韩信能够忍受胯下之辱的精神什么精神？就是他从小家庭的环境不好，生活没有依靠，有一餐没一餐的，以钓鱼跟乞讨为生时常呢受到村民们的歧视看他一身破破烂烂的有一次有一个屠夫呢，年轻的屠夫就挑衅韩信，要求我们来比剑，如果你不听从，你就要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那韩信呢，他自知势单力薄拼不过人家那只好在众人之下呢，承受这种胯下之辱就从这个屠夫的这个两腿的胯下呢爬过去这个就是忍一时争千秋的风骨了。这个要有忍功了。就从这个屠夫的胯下爬过去这是一种羞辱那韩信呢有这种风骨，所以他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卒在承受这个胯下之辱之后呢，到后来呢被拜为大将军。那这个中间的这个转折呢，忍辱是一个关键韩信有长远的目标跟志向他不会被眼前这种小事去鲁莽行事可见呢，韩信是一个有着大忍心的人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跟行为不会一下子情绪失控，不会。他应该也是非常了解呢这个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如果以谈判的策略来讲呢，韩信选的是什么？刚刚讲典型的什么让步策略这种遭受羞辱跟困境的人呢是很辛苦的换成我们，人家叫我们从他的胯下跨过去，这个是很大的羞辱对，我们忍得住吗？但是呢，忍住一阵子，
以后才会成就一辈子。虽然呢，韩信最后他因为功高震主嘛，对，所以呢，最后是被设计杀害的。那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那有人也会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啊，不过也是有人会说，好汉要吃眼前亏，甚至说，吃亏就是占便宜。有人会讲，吃亏就是占便宜呀，也说什么输赢啊，要输才会赢啊，那到底是哪一个才是对的呢？要吃亏还是不吃亏啊？要赢要先输还是先赢呢？其实呢，这件事是没有绝对的啦。韩信碰到这个无赖如果那时候如果是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的话，而意气用事，那很可能就因为小不忍而乱大谋。韩信在受辱的当下，心是想着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行事比人强了，对。其实这也是一种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逆向思维哦。你从夸下夸过去，也说我好汉不吃眼前亏，说我就不夸，但是夸下去也可以讲说我是好汉要吃眼前亏而夸下去。这个思维有点很奥妙哦。因为韩信如果没有忍住一阵子的屈辱，而跟人家起冲突的话呢，可能会坏了大事而吃大亏啊，这就是眼前亏嘛。他如果不夸下去，跟他起冲突，对，因这个事情而吃大亏，那这个就是眼前亏了，不是吗？那韩信忍下来，从胯下爬过去，这也是一种不吃眼前亏同样是不吃眼前亏呢，那到底哪一个是亏哪一个是不亏是爬下去亏，还是不爬过去是亏呢？对，所以呢，看似亏，实则不亏；看似不亏，实则亏大；看似得，实则失；看似失，实则得。同理，看似福，实则祸；看似祸呢，实则是福啦。佛法上叫做什么？看似空，实则有；看似有，实则空，叫做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啦。这个也叫做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也可以说，韩信从胯下爬过去呢，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他因为不吃眼前亏，所以跨过去这样解释也是通。各位呢，可以再慢慢去体会呢，这个个中的意境呢，实在很奥妙。所以眼前亏到底要不要吃啊？吃或不吃会各有什么后果这个实在是要三思而后行再思可也，要慎思跟慎始有一句话说能招天魔方铁汉，不招人忌是庸才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讲，但是这句话是左宗棠说的。左宗棠是谁他是曾国藩的学生，是清朝末年的名臣。生活中招天魔跟招人忌都是很辛苦的事情嘛。相信大家都有过这个经验对。要想当铁汉或不想当庸才必须挺得住辛苦的一阵子挺不过就会处在痛苦的深渊那挺过了就是快乐一辈子甚至是成就一辈子这个呢，左宗棠做到了。左宗棠的个性呢，很耿直，刚正不阿恃才傲物，思想积极，做事坦荡，这些都是优点对。但是如果分寸没有拿捏的很好的话，那这些优点都变成缺点，而且呢，变成是什么？官场的大忌会得罪人而不知默默中得罪的人而自己不知道任何团体呢，包括小有型的道场，也是有这种个性的人对虽然个性是很正直是优点，因为知心是道场但是呢，变成什么？变成心直口快，直言直语，甚至呢口无遮拦也不看场合说话，说话不看人缘、时缘、地缘，这样就很容易得罪人左宗棠虽然很有才干能力也很好，但是人缘不好
宿敌太多，最后的下场是什么？被逐出京城啊，远在他方呢，抑郁而终了。命运呢，跟韩信是差不多了，都是悲惨的收场。所以挺得住遭天魔跟遭人忌，其实这个已经算很了不起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众生缘结得不好，最后也是结局很不好。修行的道场何尝不是如此呢？很值得我们深入去体会，所以才说有缘走遍天下，无缘寸步难行啊。对，你已经做到可以招人忌啊，招天魔了，这个算不简单了。但是缘结得不好，能力很好，但是人缘不好，所以呢，无缘就寸步难行了啊。刚刚左宗棠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唐朝呢，有一位禅师啊，叫做什么黄檗禅师啊，他讲了一句很出名的语录，相信大家都听过，朗朗上口，叫做什么？不经一夜寒彻骨啊，哪来梅花扑鼻香啊？他的本意是什么？借这个梅花的这个性质呢，来比喻什么？比喻修行很艰难的意思啦。那菩萨道入人群，做人间事也是一样。常常会碰到难行之事啊，也会碰到难忍之事啊，要摆脱世俗的尘劳之苦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大家都有这种经历嘛哈。那这个需要下一番大力气哦，所以才说不经过彻骨的寒冷哦，不经过彻骨的寒冷哪来梅花扑鼻的芳香呢？由于这句话呢写得很好，很经典，所以呢，在流传的从古代流传到现在，在流传的过程中呢，逐渐摆脱了修行的领域啊，扩展到什么？我们日常生活跟生命教育的层次了啊。我们平常任何时候啊，激励人心的场合或激励课程里面都可以用到这句话，所以呢，我们都用得到。它启示我们什么啊？不管做什么事情呢，没有经历过艰难的险阻，是很难获得成功的。没有艰苦的耕耘，怎么会有丰富的收获呢？这个也可以举个例子哈。我们用温水来泡茶啦，我们泡茶了，我用温水去泡的话呢，茶叶会浮在上面，这样呢不会散发茶香的。如果我们有不会泡茶也好，有看人家泡过嘛，对。那个水如果是温的，不是烫的，你茶叶放下去，它浮上来啊。但是如果你用沸水、很烫的水去泡茶，反复几次，那这个茶叶怎么？浮，因为它会吸收水分嘛，对，浮沉，到最后呢，全部什么沉入茶壶的壶底。当这些茶叶都沉入茶壶的壶底的时候呢，茶香就释放出来了。人生的道理呢，跟泡茶的道理呢，可以说是一样的。如果泡茶的水温不够，想要泡出有香味的茶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同理，你自己的能力、智慧、经验，甚至是福报都不足的话，却想要成大功、立大业呢，或想要事事顺心呢，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水温够了，茶自香啊。功夫到了呢，自然成啊。所以想要获得人生的理想，或者要实现梦想，或要摆脱不被重用的困境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怀才不遇，没有被重用嘛，对不对？觉得这个是个困境嘛。如果你要摆脱这样的一个情境的话呢，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4个字：苦练内功啊。什么意思啊？就是提高自己的能力。充实自己的实力叫做上次有分享过，叫什么？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人若精彩，天自安排。也可以叫做什么？天助自助了。你自己要帮助自己，你自己充实自己，老天爷就会帮助你了那孟子也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这句话是这样子说，大家也都会了，朗朗上口了只是呢，忘了把这些好话用在我们的生活中，跟我们的生活或我们的工作结合
朗朗上口的一句话叫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啊。这个里面每一段都很有哲理哦，4个字、4个字、5个字都很有哲理哦。要降大任，老天爷把这个重德大任降到你身上的时候呢，必先什么？苦其心志。什么意思啊？就是让你的理想达不到，没办法心想事成啊。有时事事不如你的愿啊，处处碰钉子啊，好事多磨的意思啦，叫做苦其心志啊。再来劳其筋骨，什么意思啊？劳其筋骨就是时常要劳动你的筋骨啊，也要怎么？不能让你懒惰了，而且呢，要锻炼你的体能。对，我们不是讲吗？这个不只是心灵要淬炼的，身体也是要锻炼的，身心一起都要练的啊。这个叫做劳其筋骨了。那接下来是什么？饿其体肤，什么意思啊？就是要让你有挨饿过日子的经验啊，让你有吃不饱的体会啊。昨天我去参加慈济中学的那个1天的饥饿营那些小朋友啊，2天呢，2餐1天2餐不吃，早餐午餐不吃，省下来的钱呢，捐给慈济呢，去救那些非洲啊，或者目前菲律宾很大的灾难嘛，当的这个善款那个赈灾的基金呢，我也跟他们一样，也是2餐没吃啊，这个叫什么？饿其体肤了，让你有什么吃不饱的这个体会啦。再过来空乏其身啊，让什么？什么意思啊？让你的身无分文啊，孑然一身啊，就是什么手头很紧的过日子的意思的让你用钱不是这么方便啊，常常都没有钱的叫什么空乏其身的意思行拂乱其所为，什么意思啊？就是行有不得的意思啦。说讲出来的话，人家不听呐，要人家做什么事，人家也不服从你啦这个叫做行有不得啦做什么事呢都不顺，不能成事，样样失败景气好呢，大家都赚钱，只有我们亏钱甚至呢，好心帮人呢，好心要帮助人家，还被人家冤枉误解，很倒霉这叫行有不得了也叫做行拂乱其所为的意思啦。动心忍性这个4字，完了这4个字是更厉害了，更重要了，重中之重太重要了，要好好解释。动心忍性就是什么？即使被人家冤枉误解，甚至被人家羞辱凌迟了，或甚至被人家伤害了，不但不生气动怒，回家也没有生闷气，忍不住的也是要忍被冤枉就淡忘，被误解就善解这个什么？这就是菩萨道的什么难行能行的精神这个就是出世间法。虽然我们在做世间事，但是要用出世的精神这样你才能够解脱了就是动心忍性的意思另外呢，把自己不好不对的行为、习惯、脾气，通通改得过来即使没办法一直改，但是也逐渐在改善，这个也叫做什么？动心忍性这个动心忍性不是只是忍而已你把你自己的不好习惯观念可以改得过来，也叫做动心忍性，因为这个也是要有忍的功夫要有坚持下去的功夫嘛，对对，这个是动心忍性的延伸的解读了很多人生的道理都可以延伸解读了。以上呢，刚刚讲的这几个呢就是老天爷要给我们重责大任之前要先让我们经过这些考验，要看看你可不可以经得起辛苦一阵子，然后才决定要不要给你幸福一辈子秦始皇还没有登基之前许多重大的事情都是他的老师吕不韦帮他献策的吕不韦是秦始皇的老师他常常在旁边辅佐这个秦始皇当然也会教育这个秦始皇。有一句话呢，这个吕不韦讲得很好，他对秦始皇讲的，他说：“皇上，你要忍天下不能之忍要能苦天下不能之苦，
要能为天下不能之为啊，这样你才有可能克服天下一切不能克服的事情。这句话也是很经典哦，这个是吕不韦对秦始皇讲的。凡想要成为大器的人啊，这个人很大气，成大器的啊，可用之才啊，必须具备这3个条件的。为什么历史上呢，一些划时代的人物，或是高深大德也好，都吃过很大的苦头，大部分都是这样子。这个什么，好像上天有一种力量呢，故意在磨练他们啊，使他们本来做不到的呢，要磨练他到做得到，使他本来不够的得以够啊，不能的地方呢得以能啊，给他最坏的环境，造就他将来要做伟大的事业啊。其实呢，大爱电视台有播一些高僧传嘛，你看哦，高僧传里面介绍的这些啊，包括玄奘法师啦、鉴真和尚啦、智子大师啦、法显大师、莲池大师、偶益大师、憨山大师、道安大师哦，还有什么鸠摩罗什等等，都是在传法或求法或者研究佛经的过程中呢，历尽了一般人无法去理解的、去体会的这种千辛万苦跟种种的磨难，最后什么才松柏后凋于岁寒呢？成为一代高僧呢？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这些一代高僧呢，他们不是辛苦一阵子哦。我们刚刚讲辛苦一阵子，那一阵子时间很短。这些高僧大德他不是辛苦一阵子啊，他是辛苦一辈子啊。这跟我们刚刚讲的不一样，这个境界更高啊。所以老实讲，经得起一阵子的辛苦还算容易的，但是要忍一下就过了，要经得起一辈子的辛苦跟磨难，这个就不是一般人做得到啊。这个非人呐，异于常人呐。举个例子说嘛，我们正言上人现在即将迈入85岁的高龄啊，体力当然是渐衰嘛，这自然法则啊。但是现在即使他打着点滴呢，也是照常推着这个点滴架出来开会、连线、会客一样啊。他还是坚守自己分秒不空过，跟尽行受献生命的硬规啊。如果不是超凡入圣，怎么能够做得到呢？我们凡夫生病的时候打着点滴，都是躺在床上休息啦。即使你说想起来工作，也会心有余力不足啦，也会现疲惫相啦。因为打点滴的时候都是身体很虚弱的时候嘛，很疲惫嘛，一定会现疲惫相啊。这是人体很现实的自然法则。但是圣人即使是生病了，他也是什么？生病心不病。这个句话是不容易做得到了。身体有病，但是心没有病。你看他生病也是受报嘛，对。但是他有受报之事哦，有这种无常视线的这种受报之事，但是他没有受报之苦。所以上次我有跟各位分享过嘛，上人说，我虽然最近常常身体不舒服会生病，但是我病得很欢喜，我病得很感恩嘛。对，我们这句话我们讲不出来，因为我们境界没有到那个地方。对，所以他虽然生病的示现给我们看，我要打点滴，我要吃药啊，我也会身体很疲倦啊，他会示现给我们看这个是一种，这么高深大德也是会生病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那个受报之事啊。佛陀也有余业未报啊。你看佛陀是世尊呢，他也有余报未尽呢。为什么？你看他过去生业还没有消到完嘛，所以他有余业未尽嘛。所以他们这些高僧大德这是什么？有受报之事。我也会生病，我受病的苦报，我有受报之事，但是我没有受报之苦。这样圣严法师也像他说即灭为乐嘛。你看为快乐呢，那当然有苦啊。还是他们这些还是现什么？现庄严相啊。凡夫跟圣人就差在这里了。从古代历史呢可以发现呢，凡是少年得志的，像什么楚霸王啦、项羽啊之类的，这公子哥儿出身的几乎没有不失败的啦。成功者大概只有5%啦，失败的大概占95%。其实呢，
现在的一些什么靠爸族啦、什么草莓族啦，还不是这样子，养尊处优啊，吃不了苦，碰到一点不顺心啊，或者不如意啊，就怀忧丧志，不堪一击动不动就感觉被伤害啦，感觉没有被重用啦，感觉没有被尊重啦，心里就很不舒服。那你说他几句呢，那心灵就受伤。碰到一点人事问题呢，就轻易停退，怨东怨西，很会抱怨，面相不好呢就怪父母，命运不好就怪政府，都在怪别人，从来没有反躬自省。这么脆弱的人很难降大任于斯人也啊！刚刚讲完，这么脆弱的人呢，很难降大任在他身上这样人生要成长也是很困难的其实呢，艰难困苦是最大的、最好的教育甚至呢，人生最好的学习呢，是被逆境狠狠的一击所以为什么学佛才说要感恩逆境？因为逆境会成为我们的真上缘道理在此嘛它不是在障碍我们，它是在成就我们但是这个呢，也要叫做什么？也叫做动心忍性所以刚刚讲动心忍性这个字很重要人在得意的时候要忍，也叫做动心忍性对得意的事情呢，要看得很平淡、很平常。但是人在失意的时候也是要忍不是只有顺境要忍，逆境也是要忍失意的时候也是要忍，也是叫动心忍性什么意思对失意的事情呢，也是看得很平淡、很平凡的，不会因为碰到失意就特别感觉很挫折感，不会也是很平常、很平淡这个不容易，但是还是要学了否则呢，人生常常会受到什么别人喜怒哀乐的影响跟羁绊。我们很容易受到别人喜怒哀乐的影响跟羁绊不只是喜怒哀乐，被外境影响了。上次讲过嘛，常常被外境沾染嘛我上次不是跟大家一起学习过嘛，叫做离境离相嘛的意思嘛，对境不起心的意思啦。但是一般人很容易得意忘形，一般人是这样子人性的弱点，一高兴就喜形于色有些人可以做到得意不忘形，得意不忘形，但比较难的是什么？失意不忘形。得意的不忘形很容易一点我控制一下但是碰到困境、失意的时候，不忘形，还是动心忍性的功夫在那里，如不动，稳如泰山。这个就不容易了。所以有许多人呢，平常修养很好但是一到失意的时候，人的样子就变了好像打败的公鸡一样垂头丧气。你看他脸就知道心事重重，自卑感等等心理上的毛病就都来了，一些负面的思维就起来了，这样不好。其实这样子，其实在我们的身边也常常看到是这样子的人所以能够做到贫贱不能移，失意不忘形这也是动心忍性的功夫，要学，我们要学。饥饿也是一样一餐不吃还顶得住啦，连续2餐不吃，有一点饿1天2天不吃呢，不要说不吃了不要说不吃了。我们去尼泊尔看灾的时候连续20天呢，每天3餐都吃什么？吃一样口味的香鸡饭。那时候真的是有点招架不住这个也要体会一下呢。你20天都吃一样的东西在那个地方灾区的地方，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挑选的？对，而且忙得要死所以动心忍性呢，也是要自己去体会当然也不容易做到了有一些团体，慈善团体，他为灾民办活动，名称叫什么？饥饿30啦就是透过24小时啦，或30小时啦、40小时啦的饥饿去体验什么灾民的困苦，叫做什么？实际体验亲身体会了那这种体会对我们人生的心智的成长是很好的古人有一句名言呢，叫什么？为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什么意思？大英雄他总是老样子，
大英雄不一定从都市出来的啊，他可能从四面八方，甚至从什么从乡下种田出来的都有可能啊。他事业成功了，这个我们生活中也是很多例子嘛，对。他出身是贫苦，出身是贫寒的，他从小就很辛苦的，从乡下种田出来的，他经营事业做得很成功，但是他还是农夫的样子，他还是那种很老实的那种本质啊，叫做英雄本色嘛。我们不是讲英雄本色嘛？对，英雄从出身低，他从乡下种田出来的，可是他的本色还是一样，他还是农夫的样子的啊。那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君子或者绅士的话呢，他的举手投足也是很潇洒。你很简单，我们生活中也看到很多这种人，他走起路来跟人家不一样，他说起话来那种举手投足，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很潇洒，很自然，很高贵。这个不是靠他的外形哦，而是内在修养的一种自然流露，内在修养的其实这也是什么？这也是动心人性的。你看，我们刚刚讲动心人性的，可以把它延伸解读到这么多地方，这个不是装出来的，这自然的修炼以后展现出来的嘛，一个人格特质是这样子的。各位有学佛的都知道每一尊呢佛身边都有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就是要害佛陀的嘛，恶性比丘啦，习性很重的比丘出家人的意思啦。每一尊佛的身边都有提婆达多，每一尊佛呢也都要感恩提婆达多。提婆达多要障碍这些佛呢，这些佛还要感恩他因为有提婆达多的这个考验跟磨练呢，才能成就每一尊佛他成佛的因缘呢。而这些诸佛呢，也是要善解这个提婆达多呢，为他的修佛的什么逆增上缘不但善解，还要感恩身边的这位提婆达多，或者这些提婆达多那这个淬炼的过程呢，就是成败跟成佛的关键举个例子来说了用例子说比较清楚了。陶器跟瓷器在陶土或瓷土手拉胚，不是我们手拉胚嘛？看他在那边转，对不对你要弄什么形状手就制造那个形状出来嘛。做好手拉胚成型之后呢你要做成一个花瓶做成一个什么茶壶都好形状做出来之后，接下来怎么样？如果没有放在窑里面去烘烧的话呢，你只是手拉胚做好，放在外面风吹日晒雨淋最后会裂掉甚至破掉都有可能但是如果你经过了烧窑去把它烧然后烧完之后再怎么上釉嘛画图上那些釉对不对那不但外观美丽而且呢不怕风吹日晒雨淋这个是我们做陶器跟瓷器的道理炼钢同样的道理炼钢厂在制钢的过程中有一道很重要的工序叫做什么？淬火。什么叫淬火呢？在制钢的过程中呢，它要让温度很高的那种铁拿去烧嘛，对不对？很高的铁呢，急速冷却，急速凝结，让它的铁分子凝结起来。经过这道工序呢，才会是炼铁成钢啦。没有这道工序的话呢，铁再怎么烧还是铁，还是会生锈的铁啦。陶土、瓷土、陶器、瓷器跟这个炼铁成钢道理呢都是一样的。这个例子呢，就启示我们什么？要累积许多辛苦一阵子的过程才能获得圆满的成就了。你看刚刚讲这些东西是万物的道理都如此何况是万物之灵的人类呢？那你刚刚讲说炼铁成钢啦，铅雕玉琢啦，那个就是我们嘛，我们在讲培训我们当志工要培训要知道怎么做这个培训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跟制钢跟炼铁跟雕琢玉器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2009年8月啊，台湾有一个莫拉克风灾，大家都很清楚啊。当年在重建的时候呢，正言上人面对诸多的责难跟困难，但是上人还是不屈不挠的坚忍跟堪忍。同样的心路历程呢，熬成了智慧的结晶呢，拿出来让大家学习。上人的智慧结晶，上人也是要面对这些逆境的考验呢，还要感恩跟善解这些逆境。上人从这个那个莫拉克风灾重建过程里面呢，激发了他老人家的4句的智慧，让弟子们来跟他学习。这4句话是哪4句话？在苦难中常养慈悲啊，在变数中考验智慧，在艰难中激发韧力，在繁琐中学习耐心。这4句话是上人逆经重建过程中的种种磨难呢，激发出来他智慧的结晶呢，我们可以学习，因为我们也很可能面对上人所面对的这些逆境跟困境跟困顿，这个话拿出来用对治，做得到就是妙法啊。我们在人生中啊，如果也是碰到很多困难克服跟逆境呢，这几句话拿出来用得到就是什么？就是庆幸了。用不到呢，就很不幸，你就要落入困境里面了。无有出奇呀，生生世世都在烦恼中了，变成这样子了。这4句话其实也变成我们上人在教诲我们慈济人的身教。上人是这样子走过来的，他做得到的事情，变成他的身教，让弟子来学习啊。所以啊，刚刚讲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里面的这个好几句都是四个字啊。当这个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佛乱其所为，这4个字中，只要有一个呢降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如果不能后面这4个字动心人性的，也就是不能忍一下这一阵子的辛苦，接下来就是什么？一路消沉下去的啦。有些人呢，虽然他不会消沉啊，我面对这些困难逆境，我不会消沉啊，算也蛮厉害的，不消沉也算蛮厉害的。但是他会怎么样？他会反其道而行。所以有些事情呢，过犹不及，你知道吗？不够也不好，超过也不好啊。这个分寸拿捏这一种智慧啊。但是他不会消沉，但是呢，他会反其道而行啊。会怎么样？会意气用事啊，不顾一切，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啊！既然跟你没有默契，没有共识，好了，那你又是我的组长，你是我的长官，你讲的我又不认同那就怎么样？好了，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啊，河水不犯井水啊，肆无忌惮，这样也是不好啦。这也是一种众生相啊。所以法中蕴藏的真理叫做真实法，实践真实法的道路呢，就叫做什么？菩萨道啦。要把这个真实法呢，透过方便法，透过俗世把它显现出来啊，这叫做这个菩萨道啊。菩萨道是佛陀涅槃最后7年所讲的什么修行的法门啊？佛陀要弟子们呢，要他的弟子们都走入人群啊，去实践这个法门。三圣入一圣就会三归一嘛，开三显一的意思嘛三就是什么？小圣、中圣、大圣，一圣真实法。佛陀就要他的弟子们呢，你最后7年讲这个菩萨道，就要他的弟子们呢，你们开始要走入这个菩萨道了，走入人群了。可是呢，这个舍利佛就向跟佛陀说了哎呀，佛陀啊，不是我们不肯是我们不敢因为人群中的人们习性实在很刚强那这什么道理啊？因为舍利佛这些佛陀的弟子，包括舍利佛，跟我们一样也是怕怎么样？一旦走入人群以后，会受到凡夫习气的伤害被别人伤害那别人也怕被我们伤害可是呢，你心智要成长，就是要磨来磨去刚刚不是讲嘛，能遭天魔方铁汉嘛？天魔
那我们是人魔啊，对，所以人群中磨来磨去也是正常的啦。有的人是被磨得很痛苦，有的人是被磨得很痛快，每个人被磨的心境上的体会是不一样的啊。可是针对这个现象呢，证严上人曾经开示说道，说石头要让它圆呐，就要石头间呢互相摩擦。同样的磨人的会折损了，台湾话叫做磨人的微起，微就是折损了，磨人的会折损了，被磨的呢会圆润了。这个道理在磨的过程中会辛苦一点，所以在磨的过程中也是要学习什么？动心忍性。又来动心忍性，就怎么堪忍，要忍。这个道理很奇怪哦，两个人磨来磨去哦，这个是磨人的会折损的这个被磨的呢会圆润的。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仔细体会一下，两个都是磨，怎么差这么多？因为两个人的心境不一样我被磨得很痛快他被磨得很痛苦怎么都是磨，怎么差这么多？心境不一样，对刚开始会磨得很痛苦，磨久了慢慢的磨亮了，磨圆了，就痛快了嘛。对，这个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各位可以自己去体会。各位，你可以去看看海边的石头有哪一个是方形的？没有。海岸上那些石头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圆的。人还没有被磨的时候，也不是圆的，方形的，有棱有角的，怎么样？很容易互相摩擦，刺伤别人呢。慢慢的呢，在人群中，你磨我，我磨你，磨来磨去，磨久了呢，那就跟海边的石头一样不管被磨还是磨人家的，每一个都变得很圆润、很圆融、很柔顺。你看，被磨跟磨人的都全部成长了。人生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呢？堪忍才会耐磨了不堪忍呢，就会磨损了，被磨损了。所以忍字是心上一把刀嘛，各位看，忍字是心上一把刀嘛，像一把刀怎么样，插在心上，能够不叫一声苦的才算忍。只是这个忍，我们常常讲忍，这个忍好像很简单一把刀插在心上，而且还能够不叫一声苦，这个才叫做忍不简单有一次呢，有一位很资深的委员跟上人说，上人，这位师姐在活动中呢，常常做错事情，一错再错，那我们到底要原谅她几次啦？我们到底要包容她到什么时候啦？问上人这个问题结果证严上人都回答了，上人就讲了，他说，请问父母会原谅自己的孩子几次父母一辈子都在原谅自己的孩子要包，还继续讲，要包到包不下去才是最大的包容啦。这句话刚开始听我听不懂为什么要包？最大的包容是什么？要包到包不下去才是最大的包容。问题来了，什么时候才是包不下去意思是什么？没有包不下去的时候了，没有包不下去的时候，你继续包到最后呢，境界提升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包不下去的。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去体会刚开始我也不懂这句话，后来我在慈济里面做了将近快30年了，也是一样，在菩萨道里面，磨来磨去，可能我也磨到别人也不一定，别人被我磨到也不一定，磨来磨去，磨了快30年了，磨到现在呢，总算怎么样？刚刚讲白，不管是被磨或者磨人家的，都会成长对到现在呢，磨出一点精华出来了。所以上人那句话我懂了，为什么包到包不下去就是最大的包容我个人的这种体会呢，我自己有时候会去静思去体会磨来磨去到底磨出什么东西出来自己对自己的成果，自己的成长在哪里有了16个字是我自己的精华，在菩萨道里面磨来磨去的精华。这句话是什么？虽不满意还是接受，虽然接受但不认同，虽不认同继续包容。这句话要好好参
不解释很难懂啊，因为每一句话看起来都什么都没有路，对不对？可是呢，每一句话之间都有一个峰回路转之处，很奥妙。对，好，我解释一下嘛。不满意为什么还要接受？一般人是这样子讲嘛。我说这件事情我都不满意，我为什么要接受啊？为什么接受呢？因为要顾全大局，以大局为重啦。个人事小，天下事大。因为这样子，所以还是接受啊。那为什么都接受了，你却不认同呢？我接受的话应该是认同。为什么我接受不认同啊？因为虽然我可以合群，也能与团体和睦相处，但我还有自己独立思考判断的智慧。我在人群中，我不会人云亦云啦，也不会盲从附和啦。虽然我跟大家在一起，但是我有我独立思考判断的智慧。这就是孔子所讲的什么和而不同啦，和而不同。那这句话也是好好去了解。上次我记得也有讲过这句话，和而不同。第三个为什么不认同还要继续包容呢？这件事情我不认同，我就不会包容，我反对，对不对？我还要继续包容呢？因为众生因缘啊，其来有自啊。你碰到顺境逆境，为什么要感恩欢喜接受呢？因为其中必有缘故。顺境就是无常观嘛，逆境就是什么？就是因缘观嘛。对，是非就是什么？就是清净观嘛。这个佛理要拿出来用啊。所以众生因缘呢，其来有自。虽然我这个事情我不认同，但是我要继续包容，因为我所不认同的这件事情有它的因缘，我不能违逆它，不可强求。不包容就会与人对立啊！即使大家的决定的并非即使大家的决定不是非常的正确、非常的完美或理想，甚至是不正确的啦，我们也只能什么沉得住气，耐心等待因缘啊。这个呢，就叫随顺因缘呐，随缘自在。这个也是动心人性。你看，动心人性可以用在这么多地方道一以贯之啊，道理是一个，用在很多地方都是连贯，都是相通的，叫做道道相通，佛佛相通啊。这个24个字的箴言呢，也是要让身跟心呢投入人群经过30年的煎熬出来的时间成就一切了有一次一位主管跟正言上人说上人，我认识一位很精进的师姐，她的心愿呢是将来要出家呢追随上人那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我要去出国去辅导会务嘛不是我啦就是这个主管他说我要利用这次出国处理会务的机会呢，让这位这么发心的这个师姐呢跟我一起去学习但是我怕如果我带他来现场见上人万一上人没有答应让他跟我一起去出国的话，我怕他会受伤所以我就没有带他进来这个主管这样子讲上人马上就回答，很简单，这么脆弱的人我很难用就讲这句话，这么脆弱的人我很难用这一句开示也是很富禅机什么意思人生的道路或菩萨道也好啦，如果心灵这么容易就受伤可能自己都会走得跌跌撞撞、停停退退，别人也不敢重用我们是不是？因为谁会去重用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其实男人也是一样对不对？这么容易受伤怎么用对，有些人是这样怎么样？你对他重用，也给他重任他就他就会趾高气昂，不可一世可是，一旦呢，因缘到了你换人承担，把他换下来了或者他的名位头衔退下来了，他就感觉怎么样？我好像不被重用了呢。从此呢，热情不在，甚至伤痕累累。这样的人是怎么样忍不下去就没乐趣，心里越想就越气，
一念心迷随境转，心灵受伤回家去，自己不来就算了，还游说别人不要去，你说菩萨道要怎么走下去？对啊，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了，即使愿意辛苦一阵子，也是要先懂得怎么样巩固自己，强化自己，才会有本事把辛苦化为幸福。对，你说我想辛苦一阵子啊，但是能力不足啊，对不对？所以能力也很重要啊。如果你要先辛苦一阵子之前呢，要先把巩固自己、强化自己、充实自己，你才有本事呢，把辛苦化为幸福啦，把痛苦化为痛快，把吃苦当进补，把困难当大力丸啦。这个说起来很容易啊，做起来不容易啦。你说不容易吗？其实呢，有心也不难啦。在慈济里面，很多人做到了，因为一念之间嘛，对不对？有一句话，否极泰来，就是否定这个否，叫念否，否极泰来，也是物极必反的什么自然法则。意思就是说，人在命运坏到极点的时候呢，好运也将随之到来了。这个大家要有这种的心念转折的这种的智慧啊。命运坏到很极点的时候，怎么那么衰啊？怎么那么惨啊？这个时候马上要提起，我上次有讲过嘛，正念思考的正念的思考习惯。马上碰到任何境界，提起正念，没有负面的思维，提起正念啊，虽然是目前这很惨很辛苦，但是呢好运将随之到来了，最坏也不过如此啦。所以呢，苦到尽头或者跌到谷底都不是坏事啊，因为呢，置之死地而后生，没有后路走呢，才会奋勇前进呐，对，有后路走的话呢，就会怎么样？随时要想走后路，就没办法奋力一搏了。所以呢，只要心存正念，这一切都是好因缘啊。人生虽然苦不完，但不代表是没有出期，不代表没有出期。不二法门呢，讲的就是什么？就是非苦非乐，不苦不乐。也就是说，苦就是乐，乐就是苦嘴巴还说得出来的辛苦，不能算是最辛苦。为什么？因为还说得出口啦。苦如果还讲得出来算不苦啦，还可以讲得出来啦。苦乐参半的乐才是最乐，不是极乐是最乐是苦乐参半的乐才是最乐因为吃过苦才能体会乐了，这个是相对的嘛。你没有比，怎么每天吃的山珍海味的人，他会觉得很好吃吗？吃久他也会腻对不对？所以吃过苦呢，才知道，才能体会乐。而且呢，因为他有吃过苦嘛，所以他也不会乐过头，因为还有苦呢掺杂其中了，不会让他乐过头了。所以刚刚讲嘛，真正的苦讲得出来还不叫真正的苦，真正的苦是讲不出来的苦，叫做什么？苦不堪言嘛。但是即使有一天我们是苦不堪言，也是好事一桩。提起正念，因为为什么？因为都忍这么久了，苦不堪言不是很苦吗？都忍这么久了，再忍耐一下子，继续苦下去，一旦苦尽了，甘就来了嘛。这就是一般人所讲的什么倒吃甘蔗的意境嘛，境界不是这样子吗？人生就是必须如此。所以说人间好修行地狱有极苦，所以难修道；天堂有极乐，所以也难成佛。告诉你，刚刚这样极乐也不是很好了，苦乐参半比较好了。不如意的时候呢，可以失意一下就好，但不要颓丧而悲观丧志那碰到挫折的时候，蹲下去可以，但是不要倒下去。同理呢，偶尔的失败并不可怕失败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什么？让失败成为一种习惯。这个人你习惯失败了，你变成一个失败主义者，你做什么事都存在着失败的思维，那就这样就不好啦就好像什么人人可以孤独跟寂寞，因为你要修行就要面对孤独跟寂寞嘛。对，
那个孔子不是讲嘛，德不孤必有邻吗？啊，那所以必有邻不是说旁边很多人呢，身边都有很多龙天护法，自己感受得出来啊。因为你心很寂静嘛，心中有寂静，人生就不寂寞，寂静就不寂寞了。所以好像人一样，你可以孤独跟寂寞，但是绝不能让孤独跟寂寞恶化成为什么空虚跟失落。那这个跟修行无关哦，修行是要空虚要孤独跟寂寞没有错。可是如果你变成了空虚跟失落，那这个是忧郁症的前兆啊，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人生难免有陷入困顿之时啊，但还是要怎么提起自己两件事情啊。我们人生啊，难免都会陷入一些困境嘛，对不对？但是碰到困境的时候，要提醒自己两件事情，或者辛苦的事情也是可以的。第一，悲伤中要展现笑容。你会觉得很奇怪，悲伤就已经很悲惨了，怎么笑得出来啊？没关系，你强颜欢笑。小丑要上台表演的时候，难道他是很欢喜的吗？他说不定背后他很痛苦很辛苦嘞。那天刚好碰到什么事情，可是他不能请假，他还是要上台啊。他必须什么？强颜欢笑，或皮笑肉不笑也可以，只要还笑得出来，就有希望了。不妨你试试看，哪一天你碰到真的很悲伤的时候，你到浴室里面把那个对着镜子照，强颜欢笑一下，或者皮笑肉不笑，笑得出来有希望。笑不出来就是继续忧郁下去了啊！所以第一个，悲伤中要展现笑容；第二个，在痛苦中没有悲观的权利。你很痛苦，你很辛苦，但是不能悲观，还是要乐观啊！这个是你那不得不堪忍啊，非堪忍不可。刚刚讲的嘛，对，在痛苦中没有悲观的权利。这两句话呢，说起来都很容易，但做起来好像很难啊，对吧？其实也是不难啊。为什么？因为心迷则问题很艰难啊，心悟的话呢，则答案很简单啊。这句话听起来也是好像听得懂，但做不到啊，做不到有方便法。什么方便法？方便法就是只要勉强自己辛苦一阵子，接下来你就会快乐一辈子。所以下勉强的功夫就是堪忍，动心忍性是关键因素。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以后下一次我们同时间再会。祝福大家法喜充满，福慧双修。祝福大家，感恩，再见。